好的，各位，桐花季到了齁，所以我們要來介紹一些跟桐花有關的路線哦。首先，我們要來介紹的是新北的701哦。除了樹林大同山之外呢，還會帶大家去林家花園這裡逛逛哦。這一節內容千萬不要錯過哦。你知道樹林的後花園在哪兒嗎？今天我們搭上701，從山林走進老城，探索樹林意想不到的另外一面。先登上能遠眺雙北景色的樹林大同山，再走訪香火鼎盛的樹林濟安宮，接着前進充滿古典韻味的林家花園，最後來到艋舺最具代表的龍山寺。這不只是搭公車的旅行，更是一趟穿越山景、歷史、信仰文化的小旅行。原來一條701就能夠串起這麼多精彩的景點，今天就跟着我們一起出發吧。其實701這條線歷史比很多人想象的都還要久哦。它最早是以前公路局的公路客運循環線，路線是台北經過板橋、樹林、回龍、新莊，最後回到台北，等於繞了大台北一大圈。到了1976年5月1日，這條循環線被拆成2條路線，並交由民營業者來經營。其中，台北客運負責行駛回龍經樹林、板橋到台北的這段路線，也就是現在701的前身，繞進去樹林市區，再經過福州橋進入板橋跟台北，陪伴不少通勤族很多年。一直到1997年10月1日，這條線加入台北聯營公車之後，才有了大家熟悉的701這個號碼。另外當時還有一條會繞進去監理所的副線，而那條副線就是現在的843。而俊英街、三郡街這一帶，以前幾乎是701的天下，因為這裡屬於工業區。早年公車的選擇其實不多，後來才陸陸續續增加了859、712、843等等路線，交通也慢慢方便了起來。其實現在看到的樹林工業區，早期並不是工廠林立的模樣，這裡原本是一大片叫做潭底的沼澤地。到了1970年代，政府開始大力推動工業發展，所以決定把這一片沼澤地整建開發，規劃成為木器工業區，提供木器產業一個集中發展的空間。後來隨着產業形態的改變，這裡也不再只有木器工廠，而是轉型成為一般綜合性工業區。也因為工廠越來越多，才慢慢帶動了周邊的交通以及公車路線的發展。701也是這一帶最重要的通勤路線之一。我們即將快要到樹林國小，這裡下車通往大安路的方向就是大同山的登山口。在這裡，我們先跳出畫面一下下吧。在錄製701的路程景之前，
中午時段，我先去爬大同山以及青龍嶺。我從大安路的這個路口上去，大部分的人都是搭着火車到樹林車站，沿着樹德街，穿過長壽公園走到大安路。如果不想要走這一段路的話，從樹林後站除了搭701到樹林國小之外，你也可以搭藍38到樹心里下車。登山口就在站牌的旁邊哦。大同山有2個登山口，一個就是剛剛畫面中的大安路，另一個是在保安街2段的45巷。如果你從大安路這個登山口上去，可以看到一路都是陡坡，不過這爬起來還算是輕鬆的啦。從前面的陡坡上來，就會看到南寮福德宮。南寮福德宮以前是3立石土地公，後來樹林當地的士紳楊天才擴建，已經有30年以上的歷史，目前是樹林最大的土地公廟。我在廟前的大廣場稍微休息一下。如果說你想要飲水用的話，旁邊有飲水機。而廟的右方是樹林唯一的冷礦泉池——天才紀念戲水池，還被稱為樹林之寶，是北台灣3大冷泉聖地之一哦。好了，休息完畢之後，我要繼續往上走，開始我們今天的登山旅程。從大安路的路口開始爬上去，最後抵達保安街2段45巷。這個路程大約要2個小時左右。大同山海拔237公尺，是大洞山延伸稜線上的山丘。對於樹林人來說，這裡是樹林區的後花園。大同山登山步道由步梯、原始步道以及水泥步道構成，有3條主要的路線，最後交匯在青龍嶺。現在我們爬到大同山的福德宮了，這裡可以欣賞整片樹林三峽的景色哦。後半段的緩坡就會變少，爬起來也輕鬆多了。本來到了這裡要帶大家欣賞大同山的觀景台，不過這裡的雜草跟樹枝長得實在太高了，可惜看不到風景啊。沒關係，我們緊接着從這裡開始一路往下，一樣有其他的觀景台可以看風景哦。我們從大安路開始走起，全長大概2公里左右，現在已經快要到終點了哦。沿着這條步道走下去，可以看到這個景觀餐廳的旁邊一樣可以瞭望樹林的景色，而且還能看到高鐵呢。阿漢想着有機會再帶着我的相機上來這裡拍攝高鐵列車以及樹林的美景。好了，終於走到保安街2段45巷。由於這裡離樹林產業園區不遠，所以會看到巷子內幾乎都是跟工業機械有關的企業。走到前面的保安街，這裡就是工業區的公車站牌嘍。簡單帶大家欣賞完大同山之後，我們畫面要回到剛剛的樹林國小位置，繼續帶大家導覽701的路線。
在880的影片裡面，我們有介紹過樹林車站。樹林車站是台鐵東部幹線多數列車的起始站，早在1985年7月1日就已經升格為一等站。長期下來，樹林站的進出站人次一直穩定在台鐵的前15名內。這裡是新北市非常重要的通勤車站之一哦。接下來，我們就從樹林前站一路就從博愛街開始走吧。博愛街其實並不是樹林最早形成的市集，博愛街是1970年代在後村圳加蓋之後才形成的街道。博愛街誕生之後，越來越多的攤販進來這條街上做生意，這條街才變得熱鬧了起來。攤販在哪裡，當然人潮就會往哪裡去，所以使得樹林公有市場沒落了下來，地位漸漸就被取代。剛剛我們在北客樹林站這邊上車，又繞一圈回到這裡來了。記得我在880的影片有介紹一點濟安宮的歷史，現在我們帶大家進去逛逛吧。1722年清朝乾隆時期，同安縣的賴姓家族從故鄉漂洋過海，來到樹林的潭底從事開墾，並且蓋茅屋祭拜保生大帝。由於這尊保生大帝神靈特別的顯耀，只要是久病不癒的人，祈求者都能夠獲得治癒，因此信徒漸漸的變多。其中當地的人士張必榮為了感謝保生大帝，所以發願決定新建一座廟宇。濟安宮就在1788年完工落成，目前仍然是樹林地區最具有代表性的廟宇之一。樹林濟安宮離樹林車站並不遠，沿着正前街走10分鐘就可以抵達。現在我們繼續回到車上，帶大家導覽701吧。從中山地下道離開701，從這裡繼續直走保安街一段，是不是有點繞圈圈的感覺呢？光是樹林這一段就繞了快1個小時左右。好不容易過了沙崙里之後，我們準備要上福州橋嘍。福州橋連接着板橋跟樹林2個地方，不過早期這裡其實是沒有橋的哦。如果居民想要往返兩地的話，只能靠渡船過河。一直到1951年，這裡才蓋起第一座橋，當時的名字就叫做中興橋。不過這座中興橋跟台北那座中興橋是沒有關係的哦。後來到了1975年，橋梁進行改建，並且在隔年正式改名大家現在熟悉的福州橋。而當我們從福州橋跨越大漢溪之後，也正式進入了板橋福州地區。福州這塊地方其實很特別，大漢溪跟板橋的南拉高剛好從兩側環繞，把中間包圍出一塊完整的沙洲地形。從空中俯瞰的話，整體形狀就有一點像細長版的小番薯，也形成福州相當有特色的地貌。到了1970年代，板橋的工業開始快速起飛，像是南拉高一帶也陸續蓋起不少新式的紡織工廠。隨着工作機會變多，吸引了全台各地的人北上到板橋打拼。而鄰近的福州也慢慢成為許多外地移民落腳居住的地方，人口越來越多，新房子也一棟接着一棟蓋起來。另外一方面，原本的富聯2村也改為農民工程處機械工程隊修配總廠來做使用，讓這一帶早期眷村聚落轉變為有工業色彩的生活區域。過了力行新村，從接雲寺轉進去之後，抵達林家花園。一樣，我們暫時先跳離車上的風景，來欣賞這座花園的景色吧。林家花園要進來是要買門票的哦，
全票一個人是40元。如果你是新北市的市民，就可以免費進去參觀。阿翰剛好是新北市民，所以進來不用錢嘍。相信很多人都聽過板橋林家的故事。這個家族在當時台灣的勢力其實非常的驚人。林本源家族早期來台開墾的時候，就已經累積了大量的土地跟財富。不過當時台灣各地常常發生漳州人跟泉州人械鬥衝突，社會其實不太平靜。後來在枋橋漳州籍居民的邀請下，林家兄弟在1851年的枋橋碧義館旁邊新建一座3落大厝，並且開始籌建枋橋城，作為防禦泉州人騷擾的重要據點。之後，林家又在大厝後方打造大型園林庭園，也就是現在知名的林家花園。當時還聘請呂須一村、謝觀橋等文人來擔任家庭教師，讓當時的北台灣開始多了不少文化以及文人的氣息。而大家現在所看到的林本源園邸，也是在這段時期發展最鼎盛的模樣。因為林家財力雄厚，又是當時漳州人的重要領袖，所以這一座3落大厝除了住宅功能之外，也像是當時漳州人的指揮中心。建築本身加入了不少防禦的設計，平時甚至還有數百名的壯丁駐守戒備。後來到了1949年國共內戰之後，大批的外省人士來台，林本源園邸一度成為許多人暫時居住的地方。不過那個時候的生活條件非常困難，只要有地方能住就很不容易。但是因為長期的违建以及任意拆改，也讓園邸受到不少損壞。直到後來，在國內外人士的呼籲之下，1977年，林本源祭祀工業決定將林家花園產權捐贈給台北縣政府，並且另外捐出1100萬元作為整修經費。經過修復之後，終於在1986年正式開放給民眾參觀，也讓這座台灣經典園林得以保存至今。好了，欣賞完林家花園之後，我們要再次回到701的車上嘍。以前的板橋車站並不是在這個位置哦，而是在今天的捷運府中站這個位置。板橋離台北市很近，因此在1980年代，中南部不少人北上遷移到板橋居住，人口大量增加。那個時候又沒有捷運，一堆人靠着台鐵通勤往返台北跟板橋之間。使得板橋車站尖峰常常水洩不通。當時的板橋車站一度是短途通勤最多人的一站。後來配合萬板專案，於是將原有的板橋吊車廠遷移到數里。1999年7月21日，板橋車站遷移到現在的位置，擁有更大的腹地，成為三鐵共構的車站之一。而原有的鐵軌改建成今日的縣民大道。剛剛在介紹板橋車站的時候有提到，因為板橋交通方便又緊鄰台北市，1960年代人口就快速的增加，也因為開發的早，街道周邊慢慢聚集了大量市場攤販跟商家，雖然熱鬧，但是也開始出現市容雜亂的問題。因此，在1960年代中期，台北縣政府開始推動都市現代化，整頓交通以及街景。目前我們經過的文化路，早期其實只是舊有的鄉村道路，後來在1966年開始拓寬成為省道，並且在1968年正式完工。到了現在，文化路仍然是往返台北板橋的重要主幹道之一。想不到，我們搭着701從回龍到台北市，現在我們從龍山寺經過康定路，繞着一圈上中華路到西門，足足搭了100分鐘。25年前我搭這條線的時候還沒有那麼久呢。
好了，最後我們回到龍山寺，也來簡單認識一下這座台北最具代表性的廟宇吧。相傳在清朝雍正年間，一位來自泉州三義的藤條商人來到晉圍，不小心把泉州之江龍山寺的香火袋遺留在竹枝上面。後來大家認為這是神明顯靈，因此開始供奉這個香火袋，也成了龍山寺信仰的起源之一。到了乾隆初年，三義商人黃典谟發起興建寺廟。1740年，龍山寺正式落成。這座位在台北市中心的廟宇，幾百年來香火一直非常鼎盛，不只是台北重要的信仰中心，現在是世界知名的觀光景點。許多外國旅客來到台北，也都一定會安排來到龍山寺走走看。今天呢，我們也透過701這條路線，從樹林一路玩到台北。先到樹林大同山欣賞桐花跟山景，再走進博愛街濟安宮，了解樹林的在地的故事。接着跨越福州橋，進入板橋林家花園，感受古典園林的魅力。最後再穿過華江橋，抵達西門跟龍山寺，替今天的旅程畫下了一個句點。好啦，這一集呢也差不多到了尾聲了。下一集我們還會繼續帶大家搭着公車探索台北更多更有趣的路線哦。好啦，今天的701的內容呢就為你錄到這邊啦，希望你還會喜歡。喜歡我的頻道，歡迎按讚、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哦。我是阿翰，我們下一期見嘍，拜拜。